在接近2020年的年末的时候，一个充满话题性的模型突然闯入了我的视野。金属骨架、大背包、满满的细节，这全是财富密码啊！想买一个看看是啥样的时候，突然发现想要短时间拿到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过还好有2名粉丝割爱，让我拿到了2台，才有了接下来的内容。好的，今天是这个审判到的第2天。昨天我们经过1天时间完成了拼装的工作，整体素质来说还可以，但是表面上有不少瑕疵需要进行处理，但是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全件打磨去解决的。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一个人正在制作，然后我后面的小伙伴因为手头还有工作还没有加入进来。如果制作过程中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随时进行拍摄的。这套模型整体来讲应该是国产模型中比较不错的水平，素组放哪绝对够用。但是对于想要制作完成度更高的作品的时候，就显得费那么一点精力。这款审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不少的外露的骨架，它是金属的。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这个骨架能不能拆，只有拆才能处理金属骨架上的合模线，然后以及后续上色的问题。是的，我帮你们确认了，能拆。除了腿部有一些是用胶水粘的以外，都可以靠拧螺丝拧下来。但是拆完了之后，强迫症的我看着这骨架充满了惆怅。好的，今天是这个审判模型到的第3天。我们昨天大概做的工作是一部分外甲的打磨，还有走线的工作。这个审判我们预计分色会做的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刻线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关于骨架的部分，它这个原装的金属骨架，有那么点差劲，然后表面非常凹凸不平，而且是因为金属色，所以瑕疵就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金属骨架先是做了打磨的工作，就是普通的这种金刚砂锉刀，然后还有这种小的什锦锉对这个骨架进行了一遍打磨。但是现在比较头疼的问题是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上色它如果上不上色就比较头疼了。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操作，接下来就是常规的走线、打磨修件，然后喷水不土进行2次检查。如果有什么阶段性的进展，还会跟大家讲。关于这个机体的整体配色，然后由我们的画师现在正在进行绘画。这个金属骨架磨起来没有那么费劲，只要手稳一些，和处理普通的塑料没有什么区别。再说画稿，对于一个分色较多的模型，有一个参考图，不仅能在开始之前能对模型有一个整体的判断，也让后续的流程快速方便许多。之前答应大家用 PS 去设计刻线，还有配色这一块的教程已经提上日程，到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给作品做一个规划。今天是这套审判模型到我们这里的第5天，然后我们特别想抓紧时间做出来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范例，所以这个本次审判的这个细节规划的也是比较细致这个进而导致的是我们这个刻线的工作量是成倍的增加。起初想的是就我们所有的工作室成员一起做，然后大概7天左右时间就做完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手头各自都有事情，所以大概前2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所以刚开始来说是慢了很多不过现在大家都加入进来了预计应该是再有个5到7天左右，应该这套审判就可以做完了。一开始由我来亲自着手这个审判模型的第1次的速度给整个后续带来的好处是，因为我能更熟悉结构，所以分配任务的时候会更清晰一些。目前我们的画师也已经做出来了一份初稿，可以后续让我们画师给大家讲一讲他大概的配色思路。这次审判的整体配色思路是参考死神高达，因为2者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先定下2个主要的颜色，黑色与白色，再把2种颜色细分，给外甲做色差分色，还要再选择2到3种点缀色与金属色来提升整体的细节与
材质，先分好层次与结构，这样上好的颜色就不会显得脏乱与不合理。在配色的过程中，也逐渐加深我对这台机体的理解。我会把我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最明显的地方，像是本体背部的喷射器与外甲，就像整体的脊椎一样，像是腿部外甲中间块面，我会把它提亮，突出结构，让人感觉这是这台机体的骨骼。这套配色其实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符合当前的主流审美。但是当天晚上，当我看着身上几处绿色的点缀色发呆的时候，突发奇想，如果把身上比较跳的颜色，就是橙色系的全部颜色换成绿色系，会是什么样的效果？这样的点缀色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统一。我们先整体调一下，嘣！是的，有那么一点神来之笔的感觉，效果很惊艳，有一点点像川崎 H2。但是初步调整完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感觉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机体，就是我嫌他腿太白了，然后又是我们的画师小哥一顿操作，把每一个装甲面的颜色照着深色的方向去靠拢，再经过调整之后，嘣，真正的神来之笔。在我们修件的过程中，其实也安排了一些小伙伴们去喷水雾涂，然后进行2轮的修补，这样，然后几乎是修件、喷水补还有2轮的修整是在同时进行。目前这个修件的工作已经逐渐进入了尾声，并且大部分的零件我们也都已经用更高目数的海绵砂纸去过了一遍这个水木土。熟悉我们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这样的话能保证漆面的质量。正常来说是可以很快的就进行上色了，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不是特别常规的这种配色，然后导致很多颜色需要我们自己去调配。调配完之后再去跟画师再去对一轮，保证这个颜色没有问题。按照我们这边的制作习惯，就是会提前把所有要用到的颜色全都稀释准备出来，这样能保证后续的进度也好，还是说各个颜色的统一性也好。其实对于本次配色来说是充满担忧的，感觉要么会很酷，要么会特别土。大面积的使用荧光色系，容易看着比较跳，比较燥。总之，实物和效果图肯定是会有区别的。至于最后会不会好看，好的，今天是审判到我们手里的第7天。实际上昨天就已经开始上色的这个过程了。我不知道这个画面中能不能照到我周围的这些零件，就现在大概就是已经被零件包围了。实际上做的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先排列好，然后因为大部分的零件它表面上是有点缀色的，就是先把这个零件上的点缀色给搞定，然后遮盖好，然后剩下的喷大面就跟我们正常的常规模型制作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刚开始排的时候就比较烦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主体的颜色，就是包括深一些的灰，还有浅一些的灰，还有深蓝、浅蓝这部分都是分得比较细致，所以需要把每一个零件插到对应的空格上。其实这个还算简单，更复杂的就是你要考虑好这个零件的先后顺序，就有的可能要先喷这个颜色，然后再喷那个颜色，还有的零件刚好是反过来的，大概就这样。大部分的点缀色和小批量的零件实际上是已经喷涂完毕了。等点缀色搞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大块的这种颜色，然后会随时给大家录制进度的。就现在就上色来说，实际上也是这个比较噩梦的。我们画师小伙伴把那个配色分的实在是太细了，然后分完之后，现在导致这个上色的难度有的零件这个难度一点不亚于这个我之前做的那个玉胶的海牛噩梦分色、地狱分色。目前来说进度已经和我最开始的预计已经不太一样了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完成。我也不知道我这天的发型为什么这么丑，我好像个蘑菇。其实很多时候单个零件分好几个颜色，难受的是万一的万一的万一，其中某一个颜色出现了问题，
基本上等着的就是推倒重来。再加上我的要求标准比较高，返工率也不低，进而导致进度的推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好的，今天是这个审判模型制作的第9天，然后我一直以来没有想到这个模型最难的一个步骤竟然是最后完成之后的安装，因为这个原本的这个套件就比较紧致啊，然后破完漆之后更紧，有的可能按着啪它就裂开了啊，然后就需要可能再重新返工一遍，然后到时候那个大家制作的时候也可以记着点，就是等到了安装步骤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卡榫稍微磨一磨或者刮一刮，然后再去安装，就会方便很多。对，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零件这个套件整体上有些那种很奇怪的地方，它实际上你认为它不露出来，但是实际上它是露出来的啊。有这种地方的时候，你可能就喷漆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然后没有喷漆，等你一安装发现出问题了，然后你就得拆下来再来一遍。总之，大家喷漆的时候尽量把零件喷满、铺满，或者说像我们这样，就是你直接再搞一台放到边上，你去做个参考，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是会翻车的。就颜色喷满这一条，大家一定注意好，能让大家至少节省一半的制作时间。你们懂我的，翻车是我们的传统艺能，我们的小团队也是第一次尝试合作去完成一部机体，因为配合的关系，因为大家水平高低不一的关系，中间陆陆续续的小翻车是不少的。好，今天是这套审判模型到的第10天，进入了喷漆阶段之后，我们的分工是2人在喷漆，1个人遮盖，画师继续完成后续细化的一些工作，然后我这里去渗线、贴水贴，然后喷最后的消光，这样，并且仔细的确保好每一个水贴都不会有反光。到了后期，随着这种比较大块的零件，就单个或者是就2个颜色的这种零件完成之后，基本上剩下的都是一些遮盖起来很复杂的这些个零件。至于我这里的话，实际上在完成了一部分零件之后，我会把它们组起来。组起来的过程中有个体会，就是荧光色真的挺好玩的。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很多零件散开的状态下看着挺丑的，但是组到一起之后，还可以，还挺好看的。一定是要组起来它才好看啊！要说这段时间的制作体会的话，6个字可以总结，就是噩梦就是噩梦。今天是我们开始着手这套审判模型的第13天啊，接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我们已经不是这个首发了。因为我们在制作过程中负责这个上色的这个小伙伴啊，不太熟悉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分色啊，然后像一些这种类似于压遮盖带啊这种细节没有注意好啊，所以返工了一大批啊，整个进度也是慢了不少啊。尽管没抢到首发啊，但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的这个水平飞速上升了不少。在后续的时候应该能继续带来不少这种高质量的制作。其实现在剩下的零件已经不够这种1版了，但是1版更比6版强啊，差不多都是一些需要大量这种分色的零件。后续我会给大家整理一下这套审判模型制作中需要注意的点，也能帮大家躲一躲坑啊！希望我们接下来顺利。做一个关于这套审判模型的小总结吧。1. 刚开始修建阶段，仔细处理合模线还有塑胶，对制作要求高的话，这2样东西是基础。2. 第一次速组起来之后，一定仔细确认每个零件会不会在最终喷涂组合后露出来，允许的话就多拍一点照片，脑子是不可能记得住的。这个套件非常的不寻常，你觉得不会外露的地方，它就明晃晃的在外面。在这上面我们吃了不少亏。再强调一遍，分色的地方走线要走好，这个也是基础。4. 最后组合的时候一定扩一下孔，减一下妆。这个套件本身就比较紧致，再加点油漆的厚度，很容易碰到那种装一半了就是合不拢，想撬开又掉漆，又是新一轮返工的状况。5.
背包处这个小零件的装位异常容易断，安装的时候小心小心。6. 大腿处可以这样切割，在粘接下就能避免大缝，这样整个机体其余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无缝的处理。7. 关于金属骨架打磨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上色很头疼，哪怕上了金属补土一样抓不住，稍微一点点的抚摸可能就掉漆了，暂时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事情。8. 不要过多纠结脖子的关节，就算是真的断了，也不影响最终的安装。好的，今天是审判道的第18天，是我最开始预计时间的2倍了，然而还没有完成。说不着急是不可能的，感觉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意外包围了。最开始的时候，每组装出来一个部件，还会互相传看一下，哎呦好看，哎呦帅。慢慢随着返工的零件越来越多，按照我们画师的话来讲，都麻木掉了，素材也不知道该怎么拍。关键原因我觉得还在于我们的团队配合还有沟通上面。不过我看到我们的小伙伴真的很拼，很认真的在克服各种问题，甚至期间我们一起吃过凌晨的宵夜，看着天变亮，会有感慨。我真的足够幸运，能有共同爱好的伙伴，做着共同的努力。到了后期，大家逐渐进入状态，配合默契程度也逐渐上升。不夸张的讲，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的制作水平和精细程度也在飞速提升。如果我们后期再改善一下工作流程、沟通方式，例如有更好的任务分配，有一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色表，或者一些我们还没有想到的点，估计能让我们逐渐做得更好更快。原本呢，想做一个漂亮的记录，变成了一堆感慨。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做模型的过程，通过速组观察整体，确定大致方向，随后把整体拆分成一个一个的部分，运用一切办法朝着目标前进。中间必定会有波折，但是一旦都解决好，直到完成的一瞬间，给你带来的成就感会远超预期。就享受完成的快乐吧，这可比买爽太多了。对了，感谢等待，感谢关注。